Hello，大家好啊！今天是9月30号，然后呢，在国庆前夕，我已经提前回到了老家。然后呢，今天的话，我想给大家拍摄一段，就是我老家的一些视频啊，看看这个老家农村的人，他们住的是什么房子，然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那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看，这里有一棵非常大的一棵柳树啊，这个应该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印象中就有这棵柳树的存在。你看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30-40年过去了，一棵大柳树。然后这一家的房子应该是当时我们农村的时候造的最豪华的一个房子啊。当时好像我记得是90几年的时候就造的房子，现在都30年过去了，这个样子。然后这一家就是我屋后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也都是有院子有门。然后这一家就是我家了，我家的房子也是90几年造的，当时造的时候花了不少钱。这一家也是我隔壁的房子，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最豪华的一个房子是什么，是我们一个老师家的一个房子。他在我们村里面的小学做老师，也是做校长，然后他们家造的房子是相当好的，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个是他的大门哦，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伸进去看一下，这里面的房子他们造的是相当好的房子，院子也非常大，包括像现在这些房子造起来的也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豪华的一些房子。所以现在农村里面的人其实住的房子都是不差的，都是1、2、3层楼，甚至4层楼都是有的。这些房子。来，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就比较普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农村里面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钱的人的房子啊。看这个房子，你看这大门，看，我们摄像都举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造的相当可以吧？他们的话，他们这一家以前是做工程的，所以他们有房子还是比较有钱的，所以造的房子也不错。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之前的一个牛棚，现在倒掉了，也没有人再修缮了。然后现在就长成野菜啊什么的，野花都在这边长。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家的房子。这一个房子也是最近新造的啊。这一家是在我们村里面开小卖部的，你看他们也能造那么好的房子，对吧？来，我们再来这边拍一拍，这一个房子不是特别有钱人的房子啊。然后这一家造的房子，你看上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院子，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天井，相当不错的房子，对吧？这里还是一个厨房。然后我前面这个房子啊，很遗憾的是，你看这个房子的前面都是杂草丛生。其实这一口人啊，很多人都已经去世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房子造起来也没人住啊。你看，全是草，乱生的草。这里面你看造的这么好的房子，平时可能也就没人住啊，就这么空在这边。你说农村人辛辛苦苦一辈子造这么好的房子，也没有人住，一辈子的心血都搭进去了，也就顶多过年回来一趟，对吧？都在外面打工呢。看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幢房子，也是3层多、3层半。这边的人，农村的人特别喜欢造3层半的房子。你看这个房子也造得很好，很好看，对吧？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也是房子都造得很好的。
就是这个地面没有做平整。然后你看看，家家户户都是这种房子，家家户户都是豪宅呀。你看这房子，要是放在大城市，那还不得几千万了？那到农村就是不一样，家家户户都住得起这种房子。你看，看这房子，对吧？都是小别墅啊，住的都是小别墅啊，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小别墅。这个是我们浙江农村啊，浙江西部农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其实每家每户啊，房子其实在农村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像这个房子造一造，可能也要300万块钱吧，至少的。现在造一造，你看，但是呢都没有人居住。你比如像这个房子造的这么好，对吧？看这房子。非常好，要不走进去看一下。来，我们正面拍摄一下这个房子啊，你看好吧？你看这房子，你看这房子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的，这个对面就是我们的溪啊，我们的溪边，然后就在这个江边，这个房子，然后正对着江边的房子，这是正对着江边的房子，前面也是，我们走过去看一下。你看这个也是江边的房子啊，正对面就是这个江。有些时候真觉得我们中国的农村啊，也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啊。看，因为其实整个中国的农村啊，现在空心化是非常严重的。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就去观察过，这里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居多。那么老人的话呢，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呢，年轻的一代，比如说20、30岁到40、50岁还能干得动的这一波人，应该都是在外面打工。像我们这个浙江西部的地方，其实没有太多的产业园的，所以大家都会要么去城里面，要么就去其他的大城市，浙江的其他大城市去打工，像这种经济好的杭州呀、宁波呀这些地方去打工。然后呢，像这种农村都是在空心化的。然后小孩子的话，要么就是留守儿童，对吧？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小孩子在这边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着。然后呢，其实对小孩子成长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房子应该是没有造过的，相当老的一个房子。啊，这个应该我估计刚刚这个房子应该是2000年出头的时候造的吧，顶多，或者说90年代时候造的房子。我们看围墙什么都还是有的，但是房子造的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再走前面再看一看啊，好，我们再走前面看一看，这个前面有一个房子造的还是很有设计感的。看见没大家？看见没这个房子？但是你看都是没有人住啊，这些房子住的人非常少。院子里面都是杂草丛生，基本上就没有人打理的。你看这院子里面的杂草，对吧？房子造的很漂亮的，但是没有人打理。这里有棵古树哦，这棵古树哦，相当的久远，年代相当久远。这一棵是580年的大樟树，580年的大樟树，生命不息啊！这个是现在还存在着。这里有个大家休息的这个阁楼庭院。你看啊，像这种房子其实是很老的房子了，这个应该都是80年代的房子，但是外面粉刷一下也是白色的。你看外面粉刷一下，像他们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很老的房子，外面粉刷一下这是算在农村里面算没有钱的人了，有钱人都是这种房子，有钱造的都是这种房子。你看这个前面，对吧？3层小别墅，3层小别墅造的都是3层小别墅。那这个也是3层小别墅，对吧？3层小别墅，这可是浙江西部的一些农村哦，还没有说到像浙江东部啊、北部啊
对吧？那些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经济不好的。我们这个经济，我们这个省这个市啊，在浙江省都是属于倒数的经济都属于倒数的。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大的落地窗，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搞笑了，这个地方是我以前小学时候上小学的地方，是我们的小学课堂，现在已经荒废掉了。包括这个也是，我们的小学上学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已经荒废掉了，没有人住了。这个地方的，你看这上面开着了，里面就堆放一些家具，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这边啊，你看家家户户都是这种小别墅，家家户户都有。最次，你看最次也是这种的，2层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翻新过的。这个我小时候就见过这种房子啊，我小的时候这种能造起这种房子的人应该是很有钱的了。这个就是现在变成了文化大礼堂了，以前是我们学校的操场。看前面这个房子也是造得很不错，现在浙江农村都是这种风格的房子。现在我们再到最后再去一下那个江边看一下，江边那个房子位置更好了，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是我小时候的有钱人造的房子，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我在读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有钱人造的房子。然后像这种房子，应该是我上了大学之后他们有钱人造的房子。这些房子真的是体现了每一个年代的有钱人他们造的房子啊。你像这个房子，再看高一点看，这个房子应该是当时很有钱的人造的房子，我估计也是差不多2000年左右造的房子。你看，像农村现在这种粘土堆起来的房子还是有的啊。那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人家在住的，年轻人应该都不太会住。我小时候也住过这种房子的。你看，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江边的几座别墅，你看造的挺豪华的吧，对吧？很豪华啊，这几个别墅。还有像这种别墅，家门口可以种菜，对吧？但是这个应该不算有钱人啊。然后买的车，广汽本田，对吧？其实像现在农村也都是家家户户都有汽车的。你看像这个农村啊，像这一家，多大的地啊！你看这前面自己可以种玉米啊，你看见没有？一个2层的小洋房，然后前面是玉米地，直接种玉米。你看这边都是还没有种起来的，可以种蔬菜啊之类的。基本上这个地是非常大的了。看这里是造的最好的几家的别墅啊，你看见没有？这个进深多深啊！1辆车停在这边，然后你看前面的这个别墅，对吧？相当好呀。你看大家再来看这一家，这个院子的大门哦，你看修的相当豪华哦，都是。你再看后面的那个别墅，对吧？非常豪华。这家也是非常豪华，里面种菜，外面也种菜，全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对吧？在农村。再看前面这一家的，这奔驰，这农村也有很多这种豪车呀。农村像这种奔驰，开奔驰的人还不少的呢。然后像好的，像保时捷啊，什么都有往上开啊。这群人做工程赚了很多钱的，因为中国之前几年在做大基建嘛，这个大基建各种几万亿的，对吧？其实都是在投资在这个房地产上了，对吧？然后这些做工程的人，你别看他们做的工作比较低端一点，但是真的是非常赚钱。我那时候就去读书了嘛，如果真能去跟着他们去做工程，
跟着村里面的人做工程去做工程这个工程的话，那估计我现在应该比我现在有钱多了。你看像这一家，对吧？这一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推进去看一下。你看这一家，对吧？车库、院子、豪宅，好啊。OK 啊，今天基本上我把整个村子稍微转了一圈啊。其实村子也不大，就转了一圈。大家刚刚在视频里面基本上都给大家拍的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应该对这个浙江西部一个18线小城市的农村的家家户户的这种住房情况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其实他们一辈子可能他们赚的钱都是在想着落叶归根回农村来造房子，然后都投在这个造房子上面啊。然后呢，像有出息一点的小孩子，比如说他们父母这一辈在这边造别墅，对不对？有出息的小孩子呢，他们除了这边住父母的别墅之外呢，他们也会去城里面去买房子，对吧？然后买完房子呢，可能他们的小孩子又可以在城里面去接受教育了。像我们小时候都是村里面的小学上学的，然后呢不用去城里面去上学。然后现在这个我们的村里啊，其实我逛了这2天回家，我逛了几圈哦。其实我们村里根本没有什么人，都是些老人。然后小孩子的话都是没有上学的小孩子。你要真正上学的小孩子，基本上还是去城里面去读书，对吧？然后呢，这个农村啊，其实也慢慢的要空心化了。我觉得，像这些别墅啊，造起来造得这么好，我不知道20-30年之后，这个别墅会怎么样子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的整体的趋势都是往城里面去走了，不会在顶多节假日的时候会回来，基本上不会在这边做常住了。节假日回来，平时回来看看老人，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之后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别墅啊就空关掉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整个中国农村人的思维还是比较的注重这种传统思想的。像这种钱投在这个上面哦，真的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些钱拿出去旅游，哎，说不定我们中国的经济现在就不会那么差了，对吧？消费就起来了。你把这些钱全投资在这些固定资产上面去，它除了一个居住的属性之外，在农村可能就一个居住的属性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属性了。我感觉，你说它有金融的属性吗？别人会过来买这种房子吗？我想有，但是非常少的啊。当然，农村人有一个就是喜欢攀比，农村人房子就是你一家要比另外一家造得好，造得豪华，造得高，楼层要造得多。所以刚刚大家看到我拍的很多的3-4层的这种房子啊，其实真的一点必要都没有的。像这种房子，真正居住的可能也就2-3个人顶多的了。3-4层造起来，上面都是空着的，所以这种石材呀、建材全部浪费掉了，对吧？但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农村人的传统文化，没办法，就大家都喜欢攀比嘛，你攀比我，我攀比你嘛，攀比你，然后所以这个房子越造越好，越造越好。所以你会到农村里面，你会看到这种，可能是一个假象，就是大家都生活的非常好，但是其实你说大家手头里面有多少钱呢？还真不一定。对吧？但是呢，在农村里面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自己种菜吃，对吧？自己种菜吃，我可以自己养鸡养鸭，我可以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小农经济，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到城市里面就不一样了，城市里你必须有工作。你像现在中国这个失业率这么高的话，像城市里面这群人，之前网上不是有信息爆出来了吗？就是说，哎，以前要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才回到村子里面来，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放假了嘛。哎，现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可能大家像今年经济这么差的话，大家很早就回到村子里面了。这个村头某一个地方，大家白天在闲聊，对不对？都能看到一滩一滩的景象。但是我今天的话，我这2天转了一下，可能在我们这边没有这个现象啊，年轻人可能还没有回来，说明浙江的经济还算可以。在街头聊天的都是一些老年人，还真都是老年人啊。好了，今天的话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基本上给大家拍到了一个全貌啊。
我不知道镜头前的这个网友们，你们老家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我知道可能浙江相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但其他地方真的是不一定。如果你觉得看完我的视频之后，你觉得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也欢迎给我的视频点赞啊，这样的话我就有动力做更多的视频给到大家。好的，那今天的拍摄就到这里，谢谢大家。